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更新这个泡芙连帽毛衣，这里是起了130针，适合一个3岁到4岁小朋友去穿的。我已经起了130针，然后织了12行的2针上2针下，花纹的话已经织了11个，再准备织12个，要分袖子了。那我现在呢，用一个古黄色的颜色给大家用个小版型演示一下。首先起针，在我们的左手食指上绕个线圈，拿出来捏着交叉处，长线从线圈套过来打一个结，线圈套的针上给它轻轻拉紧。我们第一针向下圈，然后绕线勾出，线圈拉长以后套到左针上去，套上去先不要拉紧啊。然后我们第二针从下往上圈，把线轻轻带紧，再绕线勾出，拉长线圈套到左针上去，套上去先不要拉紧，等右针圈进去再轻轻拉紧。好，第三针从上往下圈，圈的都是2根线，再绕线勾出，拉长套到左针上去。当这根线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向上圈啊，你看，拉着线，针放在线下面去，从下往上圈2根线，把线拉紧，接着绕线勾出，拉长线圈套到针上。当这根线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从上往下圈啊，就下圈，反过来拉紧线，绕线勾出。这个就是上下针起针，线在下面，那我们就向上圈。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圈，拉紧线圈，绕线勾出。就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针放到线下面去，从下往上圈，这个时候线就在针上面的啊，直接绕线勾出。那我们这里起一个小版型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正式去织的时候是织的130针啊，如果你要织3到4岁小朋友去穿的话。好，我们这里随便起一个12针演示，数一下针数，一个线圈代表1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好，那我这里就起12针啊，因为花纹泡芙是4针一组花，所以说起针数要4的倍数。2针上2针下的话也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说我们要4的倍数。起好针以后，织1根线，织2针下针，然后再2针上针，把线绕上来，上圈。绕线勾出，退掉，从下往上圈，绕线勾出，好，再退掉。上针织完，线一定要放下去，下针就从上往下圈，绕线勾出。织的时候是圈1根线，记住啊。好，2针下，2针上，把线绕上来，从下往上圈，绕线勾出，向上圈，绕线勾出。上针织好，把线放下去，再向下织2针，好，这样子就是2针上2针下。然后我们在反边的时候啊，不管织到哪一行，你不知道正面反面了，我们就按花纹来编织。是辫子我们要织下，是疙瘩就织上，辫子下疙瘩上，辫子下疙瘩上，看花纹去编织就行了。第一针周织是下针，就直接去织下针就行了，第一针带紧一点就行了。上针疙瘩，把线绕上来，向上织，向上织。好，上针织完一定要线放下去啊，一定要放下去，再织2针下针，上针把线绕上来，向上织。好，我这里就演示2行，大家的话一定要织12行啊。怎么去数行数？我这里来教一下大家，大家也可以数疙瘩，也可以数这个辫子针啊。数疙瘩的话就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这样子去数，一共数12行疙瘩就行了啊。然后我们知道我们12行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来织上面的。上面的话，我们是先织1行下针，就是正面的话，我们去织下针，全部去织平针。我们全部向下去织。好，反面的话我们就全部向上去织，全部向上去织啊。
这样子正面反面一共织6行，就正面织3行，反面织3行，一共织6行，然后我们再来挑花，大家自己把剩下的4行给它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6行就完成了，数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我们开始来织花纹。这个泡芙花的话，它是4针完成一组花，重复去织的啊，是先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，这是第4针，这个1个 V， 2个、3个、4个 V， 在第4个 V 这里穿进去，从 V 字中间穿进去，然后把这放掉，放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然后绕线。这里有一个线圈的啊，绕线从线圈里给它勾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勾出来稍微给它带紧一点啊，不然它很松，不能松，让它稍微带紧一点，线圈刚好跟针大小吻合就行了。那后面就重复的织1、2、3，然后第4针放花，一样的，你看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穿进去，然后把它放掉。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你看这样一个线圈是不是在针上挂着？我们绕线从线圈里给它勾出来就行了啊。然后我们中间就一直重复织3针下，第4针放，3针下，第4针放。无论你是多少针的啊，只要这个是4的倍数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最后的话就是剩下一个4针，4针我们先不排花，我们到第2组花它要去排的，要错开的。所以说我们130针也好，136针也好，最后都是剩4针。剩了4针以后，那我们第1组花就完成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反面每次反面都是织上针啊，上圈，你看线拉着，针放在线下面去，向上织，第1针都给它织，全部向上去织。就是我们每次挑完花以后，向上织1圈，正面1圈。反面1圈，正面1圈，反面1圈，一共织5行啊。织完5行以后，又开始来挑第2组花。好，那我们织完花以后，第1行是反面，第2行是正面，第3行又是反面，第4行是正面，第5行也是反面，然后第6行来织花。那我们把后面的3行大家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们5行完成了。如果你在织的过程中有事耽搁或忘记织了几行了，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数啊。这是我们挑花，这个辫子非常大，对吧？很大，很明显，比上面的都要大一点。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挑花的这个大 V 字，从上面数1、2、3、4、5，第5行第5个 V 字在身上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满了5行了。那我们开始来挑第2组花，第2组花和第1组花是错位的啊。那我们这里先织1针下，因为我们先前是织了3针下，对不对？那这里3针下就是一个泡芙。那第2个泡芙放针就是中间第1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也就是第2针去放。1个 V， 2个、3个、4个，第4个 V 字这里穿进去，然后把它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，好，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好。后面的话中间就重复1针、2针、3针，好，第4针放之前我们看一下，前面一次泡芙是3针一组花，我们第2次放的一定是前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如果是，那我们就放1、2、3、4，找到第4个 V 字穿进去，再把这一针放掉，一定要记住啊。织之前也要对一下，有时候可能就数错针数了。好，后面的就是一直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1、2、3、4。好，最后的话就剩2针，无论你是多少针第2个泡芙的话，后面是剩2针的。好，这2个泡芙的话。第1组和第2组他们已经排列好了，后面也就是重复第1组和第2组花的排列这个位置。每次织完泡芙以后都是反面织1行，正面织1行，反面织1行，正面织1行，反面织1行，
也就是说要织5行再来织泡芙花。好，大家的话自己把这几行完成。好，你看我5行又织完了，你看花纹这个挑花的这个 V 字比较大，对吧？从它上面数起，1、2、3、4，第5行在我们的针上面，然后织完5行又开始挑花。这个挑花的规律的话，就是重复1和2的位置，1和3的位置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在织衣服的时候，这个花比较多，你不知道是1、3、5了还是2、4、6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看这个，找这个泡芙，这个泡芙中间这一针我们要放的，对吧？就是它。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前面有3针下，第4针放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看上一个泡芙中间1针放的前面有几针，前面有3针，那就说明我们要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后面的话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去给它完成啊。然后后面的话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，大家就重复1和2的位置。简单来理解，第一个泡芙就是织3针下，第4针放；第二个泡芙就是织1针下，第2针放。然后就重复这2组花的位置去织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按着1和2两组花的一个规律去给它织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长度。我这里织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个泡芙完成以后，我们又织了5行，准备再织第12个的时候，我们一边织花一边来给它分绣上。这里是130针，那我们分成2份的话，就是前片和后片各65针，对不？那我们前片要对半分，那前片就有1针单，所以我们前片就是64除以2就是32针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就织32针过来，一边织一边排花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上一个泡芙在这里，那如果我们1、2、3第4针放就对不上，所以说我们泡芙在这里，我们就织这一针放，织1针，这是第12个啊，1、2、3、4，第4个放。好，中间都是1针、2针、3针啊，中间就不变了，全部都织3针，第4针放。放之前也要对一下，是这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那我们就放进去，1、2、3、4，找到第4个 V 字圈进去，好，放掉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再绕线勾出1、2、3，好，找到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放。我们这个一边织花一边去给它收，这个分袖子，我这里已经做了一个记号扣的。我们是前片32针，绣下我们前面锁3针，后面锁3针，所以说我们32针减个3的话，就只有一个29针了。我这里做了个记号扣是29针的啊。大家先数29针，然后给它挂个记号扣，2、3、1、1、2、3。好，这里记号扣，这里来了，1、2、3。好，第4针要放了，我们这里的话去给它先给它挑个花，再去锁1、2、3、4。挑花，然后再织1针，这边是29针了啊。然后这个锁针的这里开始，我们也挑了个花，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始，第30针开始挑花，然后织1针下针，把这个前面1针套过第2针，好，锁了1针了，
2针、3针。好，这里第4针也要挑花，我们要先挑花啊，1、2、3、4，先去给它挑花。然后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一共要套6下，我们来数一下啊。从这个挑花这里算起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已经6针了，对吧？我们就已经锁6针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织后片的，好，一直织过来，织到这个头啊。那这里的话，该排花我们就去排花，中间都是重复的，我就不去演示了。我们织过来啊，这里有1针、2针，然后第3针该放的，我们就要去给它排花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一直中间都是重复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去放花就可以了。重复的我就不去织了，大家的话就按着把这个泡芙花织完，一直织到这个头部来。好，这里说一下接线，我们线的话，尽量的从里面拉线出来织啊。然后说一下接线，我们一团线用完了，线头给它留长一点，然后我们拿着这个新线也笔画在这里开始去织，后面是什么针法就织什么针法啊。然后我们把新线织上去以后，后面的这2个线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打个结固定起来，轻轻的打结固定起来啊。好，打2个结固定起来以后呢，我们一边织就把这个线头给它压上去，这是我们织线，这是线头，线头放到织线上面压上去啊。好，就是这样织1针就把线头放到我们的织线给它压上去。好，该挑花了，我们还是继续去挑花，2、4，好，圈进去。好，线头继续放到我们织线上面压上去。好，大家的话就按着这个方法把线头一边织一边给它藏着啊。好，这样子一直织过来，织到头部来。好，我这正面给它织过来了，就排花已经完成了。然后我这里从这边往这里数啊，数了29针，我这里做了个记号扣，我们就翻卷。好，反面我们全部编织上针，把这29针上针织过来，全部织上针啊，织29针。好，织了29针上来以后，我们这里袖下也锁6针，这边是上针，我们就用上针去锁，先织2针上针，然后挑起前面1针，套过第2针，再织1针上针。挑起前面1针，套过第2针，好，就套2下了啊。3、4、5、6，我们锁6针，我们就要给它套6次。好，然后中间的话，我们全部是编织上针，然后一直织上针，织到这边来啊，织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织到这里来了，还有剩下2针，我们给它完成。好，织好以后，我们现在织的是后片啊，前面的2边的29针先不织，我们织的是后片。好，后片的话，我们来减针，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上挑1针，上挑2针，上挑3针。左针从后面去把中间这1针给它挑起来，右针把第1针放掉，从上面去圈起来，放到左针前面去。好，再把第1针也给它套上去。第1针和第2针2针并1针织掉，第3针和第4针2针并1针织掉。这个是小燕子的收针法，那我们相当于一次性收了2针。你看2针一减，2针一减就收了2针啊。好，中间全部编织下针，一直织到这边来，织到这里剩下6针啊，织到这个地方剩下6针，中间全部平着，
现在上面不需要织花纹了，正面织下，反面织上。好，我们织到这里剩下1、2、3、4、5、6针，也是上挑1，上挑2，上挑3针。那左边的话，我们就是从上面去把中间这一针给它圈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从后面去给它圈到我们的左针上去。然后这第一针我们就不圈了啊，把这一针织下针，前面这一针没放的我们挑起来套过第二针。好，这一针的话我们从上往下拨过来不织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。好，这样子一次性也是减了2针，最后剩2针边针织下针。好，我们减好一次针以后，反面织一行上针，正面织一行下，反面织一行上，把这3行织完以后来减第2次。好，大家自己把这3行完成。好，我们再来演示一遍啊。每次减针都是一样的，这个边是右边，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上挑1针，上挑2针，上挑3针，左针从下面去把中间一针圈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从上面给它套回我们的左针上去，第一针也套回去，然后2针并一针，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这样子就是4针里面减了2针。好，第一次、第二次减了2次了啊，一共要减3次。然后这边织下针，织到这边剩6针来。好，织到这边又剩6针了。记住左边的上挑3针是从上面去把中间一针给它圈起来。这边右针要留一针的，这一针织下针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，然后正挑过来一针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，最后剩2针下针。好，我们又减完一次针以后，又向上织3行啊，反面一行，正面一行，反面一行，给它织3行以后，再来减第3次针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，我们一共要减1次、2次、3次啊。第3次的减针我就没有录，是跟前面的2次减针是一模一样的。大家减完针以后，就向上去编织，反面织上针，正面织下针，然后从这里开始量起啊，然后量到有5寸。好，就是织到这个地方来，织到5寸，我们再来挖那个后领，反面上，正面织下针啊，一直持续的往上去编织，织到5寸。好，我这后片的话，我已经织了5寸了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5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挖这个后衣领部分。我们这里的话织15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这13针是肩膀的针数，14和15是我们要减针挖后领的针数啊。那我们14和152针并一针给它减掉。好，减掉以后翻卷织物。好，把这14针织过来。好，再翻卷。这里正面织下，反面织上啊，我就织快一点。好，织到这里最后2针也是给它2针并一针，啊，2针并一针。刚才减了1针，这里减了1针，一共减了2次针，这里还是剩13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。好，这13针我们再翻卷织物，反面给它织上针。
好，织过来了，那我们织完就不织了。如果大家的就是想要织6寸的，我们或者是想要织长一点的，可以再织2行，这个都无所谓。那我这里的话就剪了2次针，就是织了4行啊，4行，挖了4行领，我们就把这个线给它剪断，然后给它用针给它圈起来。好，再把中间的圈起来，这边留15针。圈到这边剩15啊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。好，圈起来以后，我们来织这边的，拿着线把这边的给它2针并1针给它剪掉啊，看一下这边剪针，第1针挑过来，第2针挑过来，换个方向，给它套到左针上去。这是第1针和第2针2针并1针给它合并剪掉了1针。然后后面的话，我们织下针，一边织把线头给它压上去，一边织把线头压上去，就是长线头啊。好，弄完以后，我们反面织上针，这里是肩膀，我们刚才15针剪了1针，剩下14针，那织14针过来，5针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然后翻卷织物，然后继续又来剪1针，还是像刚才一样，正挑1针，正挑2针，然后把这2针给它换个方向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。好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2根线，绕线勾出。好，这样子我们也把它这2针给剪了，剩下的是13针。剩下的这13针就是衣服的肩膀的针数。好，那我们反面把这13针织过来，这个剪了2次针，挖了4行，已经完成。好，断线，然后把这13针圈在这一个针上面来。好，我们就后片就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织前片。好，我们后片完成以后来织前片。前片我们是从正面过去的，所以说这一边的前面的话，我们就要给它从反面织过来。先把针圈进去，然后线的话给它套到我们针上，给它勾出来，然后第2针圈进去，再绕线勾出来，线头一边织一边压上去啊，放到我们的织线上面压着，啊，就是后续不用去长了，一边织一边长线，从这个后面放到前面来，放到我们的织线上面。好，这反面啊，全部织上针织过去。上针织过来以后，正面的话织下针，织到这里剩6针。好，我们来演示一下这边的剪针。我们一共跟后片一样，后片剪了3次针，我们前面这里也要剪3次，也是每次剪完隔3
行啊，我们这里来演示一遍。这里剩下6针，左边的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这是左边减针，所以说我们从上面挑起来，把中间这一针圈起来，右边的第一针从后面放上来，放到我们的第一针，然后把这一针织下针，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，然后这一针也正挑过来不织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然后最后剩2针边针。好，这个就是左边的一个减针。减完以后，我们反面织一行，正面织一行，反面织一行，织3行以后再来减第2次针，大家自己把这3行完成。好，每次织到这边啊，我们3行织完，正面织过来剩6针，每次都这样，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然后从上面把中间一针挑着，第一针从后面放下，圈到第一针去织掉。好，把前面一针挑起来，套过第2针，这一针拨过来，然后我们再织针下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边针2针。好，减完1次针以后，又织3行，反面、正面、反面，把这3行完成。好，我们再减第3次针啊，也是留6针，上挑1、2、3，从上面把中间一针圈起来，然后织针。套一针，好，拨一针过来，再织一针，然后又套一针，最后剩2针边针。好，这边的话减针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减了3次针以后，我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前片的减针给它一起完成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去织，好数排数啊。我们说一下这个衣服，我们是从正面织过来。织到头，然后才从反面织过来，再锁针的。那所以说我们这一边的，我们就从正面织过来，就从正面开始，先织2针边针。织的时候，这个线头也是放到我们的织线上，给它压，一边织一边压藏起来。织2针边针以后，正挑1针，上挑2针，上挑3针，左针从后面去。把中间这一针圈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然后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这一针也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2针并一针，线头在织的时候压到织针上去，然后又是2针并一针，线头给它放到织线上面压着藏起来啊，然后2针减完以后，这里就全部是织下针了。大家给它织过来以后，反面、正面、反面织3行，再来减针。好，我们3行织完了，又开始来减第2次针，一样的边针织2针，上挑1、上挑2、上挑3针，左针从后面去把中间一针圈起来，好，把第一针套回去，然后前面2针一起织，后面2针一起织，这样子就给它减掉了2针啊，然后织过去以后，同样的反面、正面、反面织3行，再来减第3次针。好，3行织完，我们来减第3次针。同样的边针织2针下针，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针从后面去把中间针圈起来，好，再把这2针套回去，2针一织，2针一并。好，我们3次针给它减完了啊。减完以后，我们就一直往上去织。如果说我们的衣服的话是后片，我们总长是5寸半，那我们前面如果要留2寸挖领的话，我们就要织到3寸半去给它挖前面的衣领。好，现在给它展示一下啊，现在就是这样子2个前片。大家同时向上去编织啊，织到3寸半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来挖这个前片的衣领，就是从这个平针开始往上量啊，量到这个织到这个3寸半，两边同时去织到一样的去长度就可以了。3寸半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挖领。好，我这里织到3寸半了。
大家也可以数一下啊，从这个挑花这个大大的 V 字这里上面数起，这样数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、24、26、28、30，第31行在这个针上面，这边的话也数同样的这个行数啊。然后我们开始来这个挖这个前片的衣领，我们先锁3针。先织2针过来，然后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然后再织1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锁2针了。再织1针，我们锁3针，就是套3下啊，然后再给它织过去。我这里的话平铺的话是左边，但是它是右前片，我先织的都是右前片。好，正面织过来，反面织上针织过来。好，正面反面织过来以后，我们现在开始减针，还是一样，第1针、第2针正拨过来，然后给它换个方向去，这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2针并1针就减了1针哦，然后我们正面再织过去。正面织过来，然后我们再从反面给它织上针，织到这里剩2针。好，我们从反面织过来，剩2针，直接2针一起向上织，这就相当于正面减了1针，反面减了1针，就是2排之内减了2针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一次，第1针正调，第2针也正调，然后左针从它们的后面去把这2针圈起来，然后再2针并1针。好，这个又是正面减了1针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正面织过去，反面再织过来，剩2针，再减1次针啊。好，我们又织到反面了，剩2针，直接2针并1针啊，向上织。好，2针织好以后，我们继续到正面来减针。第1针正调，第2针也正调，然后从后面放上去，然后2针一起织下针。我们现在开始只在正面减，反面就不减了。所以说我们这里正面织过去，织过去以后，反面到时候我们织过头啊，织过头不减针。好，反面的话我们全部编织上针。编织上针编完，这里反面就不减针了啊，也就是反面只减2次针就不减了，后面就一直在正面去减。第1针正调，第2针正调，然后把这2针换个方向套到左针上去，再2针并1针。我们现在数一下针数：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还有1针在正面，等一下再减。大家把反面织过来。好，继续最后1针在正面减，第1针正调，第2针正调，换个方向放上去，2针并1针。好，剩下的话这13针，这13针的话我们就不减针了，已经把这10针减完了啊，也就是把这个前片的衣领挖好了。那我们就向上去编织，织的这个长度跟后面去比，大家的话也可以数这个行数，然后我往上织到我需要的行数，我再来给它演示数行数。好，我这里的话就知道了相同的这个行数了，大家可以从最后一次减针这里啊，开始往上数这个 V 字，1、2、3、4、5这样数，数了我这里是32个 V 字，包括针上面的。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的啊，从这个最后一次减针这里开始数1、2、3、4、5这样子往上数，数了这里也是同样的32。那我们就开始去收尾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背对背就是正面靠正面，正面对着正面啊，记住啊，你看这边是正面，这边也是正面。
好，我们再来收，但是我们的线在这里怎么办？我们就把这边的13针给它圈到另外一根针上去。好，这样子圈过来。好，圈过来13针，那这边也是13针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收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是缝合肩膀啊。前面的一根针我们向下织一针，后面的织一针，然后再绕线2针同时勾出，再把2针同时退掉，然后这里织一针，然后再织一针，好，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好，这后面的话全部就是上面织一针，好，下面穿一针，绕线勾出，同时退掉，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就行了。好，这里的话还有1针啊，我们给它收完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然后我们把最后1针给它拉长，断线，线头从线圈拉过就行了，然后把线头再藏起来。好，这边肩膀锁好以后，我们开始来挖这边的一个前面衣领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话，门边在这边，所以说我们要从反面开始去锁针。为了好看，我们这里也织上针啊。先织2针上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套了1针了，套2针，好，套3针，3针套好以后，我们织上针过去。把这一行上针织过去，正面再织下针过来，然后我们在反面开始去减针。好，我们正面织过来，还剩下2针，给它织完。织完，因为我们是从反面开始锁针的，所以说我们从反面开始去减针啊。这里的话，我们直接就2针上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然后我们减了1次针了，好，把反面织过去，然后再从正面织过来，剩2针。再来减针，反面织过来，然后再从正面织到我们门边。门边的话还剩2针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它直接2针并1针啊，2针一起向下织，这样子就反面减了1针，正面减了1针，也就是2行里面减了2针，对吧？然后继续再减1次，反面直接2针一起向上织。然后把上针全部织完，刚才就是在这个织完，我没有录，它就是织上针，我们给它织完，然后正面再织过去，织下针。好，织了2针并1针减掉，这样子正面反面正面反面一共减了2次，就4针完了。那现在我们只从反面减针，正面就不减针了。好，剩下的3针我们在正面在反面2针并1针织完，织完以后织过来，再从正面织完，然后到了反面再来减针。好，这正面就不减针了，直接织下针织完，然后在反面继续来减针。2针并1针减掉，减掉以后又把上针织完，然后正面织下针织过去。好，我们又织到这个正面来了，把这2针完成。好，接着在反面，这是最后一次减针了，2针并1针向上一起织。好，剩下的这里总共就是13针，就是这个肩膀的针数了。然后我们往上去织。还是一样的，数相同的这个行数啊，我们织完再来。
好，现在开始就不用去减针了，还是一样的，从这个最后一次这个减针这里开始往上数，1、2、3、4、5 52个 V 字，我们就来这个锁肩膀。好，我们往上数了，也是一样的42行，然后我们也是把它翻转，跟这边的背靠背。同样的，这边的话，我们线头在这边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要给它穿过来，把这13针。好，穿过来以后，跟它，大家可以把这衣服反过来啊，免得自己给它弄错了。好，反过来以后，背靠背，就是正面对着正面，然后开始来锁针，前面织一针，后面织一针，然后绕线勾出，然后2针同时退掉，前面织一针，后面织一针，有线头的一边织一边压线啊，防止也避免后面大家自己去慢慢藏。能顺带的全部给它顺带，把线一边织一边藏进去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去给它收完，跟另外一个刚才那个肩膀的缝合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我就不一一演示了啊，大家自己缝完。还是一样的，最后一针。线头从线圈穿过，拉紧。好，现在我们肩膀2个就给它完成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，挑这个领部织帽子。我们在这里锁了3针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要给它挑3针出来啊。好，这样子，1、2、3，这样子把这3针给它挑1针。2针，线头还是边织边长。3针，然后这上面我们减了针的，这里的话还有这个7针的减针，我们就按着这个7针去挑，按着这个针目去挑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好7，这7针就是我们7针加上这个3针就是10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这10针就是我们减的那个针。然后我们再向上织的话，我这里数大概就是10行，那我们就再挑这个10针出来，按着一个孔去挑1针、2针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10加10就是20针了。这边我们是给它减了2针，织的是4行的。那我们这里的话也给它去挑4针出来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针上呢是18针，我们给它织过来，织下针织过来。
好，这边的话也是给它挑4针啊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挑完4针以后的话，这个前片我们刚才那里是挑了20针，这边也挑20针。如果有挑的多余的，我们先挑起来，后续去剪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先去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孔孔，你们去挑。然后其余的这10针就是我们减针的，我们就按着这个针目，看到没有？比如说这一针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 V 字上去的，就这里，我们按着这个针目去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调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反面之上，正面之下，反面之上，正面之下，这样子一共织6行，这一行也算啊，这一行也算，一共织完6行以后，跟这个正身一样去织这个泡芙。好，我们正面反面一共是织了6行，跟那个正身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我们再织第7行，第7行开始我们就给它织泡泡花，跟正身一样的去排列。我这里演示一遍，先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给它1、2、3、4，从上往下数第4个 V 字圈进去，然后放掉，然后给它放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那后面的话都是重复的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。这跟真身是一样的啊，我就不演示了。帽子的话大概是织10个花到11个花，每个人手是不一样，大概就是6寸左右。我们知道这个长度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帽子上面的一个织法啊。这里的话重复部分的话我就不演示了，因为它跟正身是一模一样的织法。好，我这里已经织了11组花，我就不织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是最后一组花啊，11组刚完成，我们把线断掉。断掉以后，大家看过来，我们这里是总共是66针。那我从正面把这里圈23针过来，这样子。就圈23啊，如果有的朋友的话就整不会的，可以用另外一根短针圈起来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19针，20、21、22、23。好，这边是23针了，这边我们也预留23针，中间我们织20针。好，这20针的话，我们就给它织下针。把针线套上去，好，这样子一边织也把这个线头给它压上去啊。无法区分开的这23针可以用另外一根短针圈起来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这是第20针。我们来数一下，这边是不是23针？一定要针数数对啊！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3。好，23针大家也可以圈到另外一个短针上。那我这里没有圈，大家看过来啊。
我这里中间是留20针的，两边23针，刚好是66针。那我中间的第20针和左边的1针、2针并针，并完以后我就翻卷织物，翻卷了啊，这边剩下的22针就不织了。好，每次反面第1针上挑，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。好，再给它全部织上针过去，反面全部是编织上针的。现在我们开始织帽顶部分。这里的话也是重复织中间的这20针啊。好，这里第20针，我们也是要2针并针和这边的1根针上的23针去相减的。我们来数一下，一定要区分，新手不懂的一定要把这23针穿在另外1根针上，方便你们去区分。我没有区分，所以说我数给你们看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，你看23针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中间的第20针，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啊，最后1针都跟两边的针一起合并减1针，减掉的这1针到中间来了。这里中间还是重复的是20针啊，不变的。两边慢慢减少的是两边的针数。那现在的话，这里只有20了，你看22了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都是这20针织到这边来，2针减1针，然后反面织过来，织到这边来，2针也是减1针。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就是第1针，这里挑了是用了一个德式引反，起到一个消行的作用啊。正针就正挑，就直接拨过来，然后拉紧线，从上往下给它绕线，这样子拉紧。好，现在不需要织花的，我们就直接给它去织下针过去。一定要大家自己用3根针去给它圈起来织，这样子好区分。新手小白一定要注意啊！我刚才忘记去给它分了3根针上去给你们区分织了。始终记住中间是20针，两边各是23针啊。好，大家说我没有区分怎么知道呢？啊，要么数数，要么我们在引反的时候，你看第1针它是2根线的，所以说每次织到这里了，最后1针跟左边的1根针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刚才减了1针，现在又减了1针，那现在这里边就只有21针了。所以说每次减少的就是这两边的针数啊，中间始终不变的就是20针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反面每次第1针都是上挑，再把线一定要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。你看它是不是变成2根线了呀？然后接着去织上针。好，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，最后1针，也就是中间的第20针，它引反了都是2根线的。那这里有2根线，那就和这里左边的1根针上的一起向下织啊，一起向上织，反面就向上织。然后我要织后面2根线，给它挑起来，换个方向，然后再2针一起向上织。这边又减少了1针，对不对？然后又翻卷织物。好，正面每次正面都是直接拨过来，正挑过来不织，再把线从上往下绕上来，这里是不是变成2根线了？大家记住啊，在织上针的时候织后面2根线的。中间这20针的话，还是要继续去给它排这个泡芙花的，也是一样的织5行，现在是在织第4行。好，最后你看2根线就是最后1针，
然后跟左边的一根针2针并1针剪掉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每次反面记住第1针都是上挑，再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这个上针织好以后，大家看一下最后一针，我们每次都是织后面那根线啊，从下往上织后面一根线，然后再给它和这边一起2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织好以后，这边我们来排这个灯笼花。第1针正挑，把线从上往下绕线。好，这里灯笼花，上一个灯笼花中间1针在这里，所以说我们再织1针过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穿进去。好，中间都是重复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我们应该是从反面织过来的，我是从正面织过来，所以说这里多织了1行。大家在织的时候从反面织过来啊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。这里该放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放啊！不放的话，它这里边就有一个。好，最后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。这里的话就一直这样重复去给它两边慢慢的去减针就行了，一直重复织中间的这20针，然后上挑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啊，然后反面全部织上针。后面的话都是这样去织的，然后我们织够5行的话，就这个泡芙的话还是要继续去排列这个泡芙花。然后我们慢慢的剪到最后的话，两边各剩1针的时候就不剪了啊。就是我们两边不是各23针了吗？剪的都是只剩下1针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剪了。然后这里说一下反面，反面的话这2根线，我们从下往上去织后面2根线，给它挑起来，换个方向，然后再和这边1针、2针一起向上织，给它剪掉。好，一直这样重复去给它收两边的针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织帽顶部分，中间都是重复这样子去编织的。第1针正挑，这是正面啊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中间都是织下针。需要排花，需要去织泡芙花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去织泡芙花。然后不织泡芙花的话，我们正面织下，反面织上。重复来回织这个中间的20针。好，这是第19针，这是第20针。你看银反的这里，这有2根线的，那我们就和左边的1针、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织完以后就翻卷织物。反面的话就是上针，那我们就向上挑，把线拉紧。再从下往上绕线，再去织中间的上针。好，织到第20针，看到没有？因为我们做了这个银反，它就是最后是2根线的。上针就注意织后面2根线，给它挑起来，换个方向，然后和这1针左边的1根针的一起2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慢慢的就给它把两边的就剪了，剩下现在都只剩下3针了。后面我们再给它织，一边织的剩下2针。
好，我们现在剪的一边都是剩下2针了，我们来观察一下中间这20针有没有超过这个边缘。如果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不织了啊。如果我们再织，这中间的话就比较突出，会超出这边，就不好看了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织了，把这都圈在一根针上去。这是针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啊，我们就一边留了2针。如果针数比较少，我们可以一边剩1针。好，这个帽子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去给它完成了。好，先圈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开始来挑这个门边，衣服的门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挑门边，因为我们行去织了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都能看得到啊，这样1个孔。2个孔，3个孔，这样子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孔，也可以从侧面看，就是这个 V 字，啊，都能清晰的看得出来这个 V 字啊。我们把它拉开，给它展示一下。边缘不好看，大家去看这个，就是这样子的，1个孔1个孔1个孔，这样子的地方去给它挑针。如果你用4.5的针去织，那你就挑4针空1针，然后再挑个3针空1针。如果你准备用4.0的棒针去织，那你全部挑4针去空1针。一边挑的话，这个线头给它压上去，2针，3针，4针，挑4针空1针，就是空一个这个孔不挑，然后到下个孔去挑。1、2、3，然后再挑3个孔，空1个孔，到下个孔去挑。好，这样子就是7针一个组合。后面就重复挑4针空1针，再挑3针空1针，这样子啊，这一针也要算的1、2、3、4，然后空一个。你看现在上面就很明显了，1个孔、2个孔、3个孔这样子啊，我们空1个孔，到下个孔去挑。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后面大家就重复这样子啊，挑4针空1针，挑3针再空1针，后面又重复挑4针空1针，挑3针空1针，这是用4.5的棒针去给它织边的话，就按这个规律去挑针。好，我这边已经按着挑4针空1针，再挑3针空1针，就一共的挑了是86针。我们这样子去数啊，你看4针。3针就是7针一组，这样7针一组，7针组，我一共是12组，12组的话，然后呢是84针。那我们这个门边要是4的倍数余2，所以说呢还差2针，我就挑了2针，刚好是86针。好，这边挑的是86针，大家要按自己的衣服的大小去挑啊，重复挑4针空1针，挑3针空1针。好，我这里刚好就是4的倍数余2，就是86针。这边86，等一下这边的话也是要86针的。现在我们来挑帽子，帽子的话一样的，也是按照这个规律去给它挑。大家记住自己这边门边的一个针数就行了。好，也是1个孔去给它挑1针，好，挑4针，好，空1针，到下个孔里面去给它挑3针，1、2、3。也给它空1针，这里挑花了，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你看这里几个杠杠的话，一定要注意空1针，到下个杠杠这里去。好，这边也按这个规律去给它挑。好，我们这个帽子这边的话是挑了一个46针，那46针这边也46针，就是92再加中间的一个20针，那我们就是112。我们的帽子的针数也要4的倍数除以2，
余2啊，4的倍数余2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织1针，这不是织帽檐的时候剩了2针吗？好，这里织1针，然后这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这是中间的20针啊，2针。这边该挑花了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挑花，一定要有花要挑，一定要挑，不然的话间隔就不好看啊。1、2、3、4，挑花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第4针放花。1、2、3，第4针放花。1、2、3，好，这边没得放了，我们就不放了啊。同样的，最后一针和这边的2针并1针。好，相当于这边是47针，中间20针，这边也47针，把这一针也当做1针给它织了啊，这针也算。然后这边再挑46针，大家按着那个规律，线头一边织一边给它压上去。好，这样1针、2针、3针，好，4针。4针，然后空1针，啊，大家这边也数一下，挑46针，加上我们刚才织的那针，一共是47针啊。把这边挑完。好，这边帽子的话，我们也是挑，一共是47针。如果你挑的针数比较多，多余了47针，到时候我们在排2针上2针下的时候，把多余的给它减掉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这边门边。那边是86针，这边我们也是挑86，先按挑4针空1针，挑3针再空1针的这个规律去给它挑完，有多的到时候再给它去收掉就行了。好，大家先把这边86针挑完。好，这边门边我们也按挑4针空1针，挑3针给它挑完了。如果大家挑的针数比另外一边多，大家的话可以给它减掉，去给它平均去减掉。好，这边给它演示一下啊。我们现在是从反面开始织的，来排的就是2针上2针下。反面的话，我们织2针上，正面就是下针。所以说我们第1针的话给它挑，第2针我们织上针。好，2针上针，再把线放下去，再织2针下针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再织2针上。这个织的时候稍微带紧一点啊。就按着2针上2针下的规律。那如果你这边针数比那边86针多了几针，我们就给它减掉，就这样直接2针并1针去给它收掉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多出了几针，我们就给它减掉几针就行了啊。好，这里就全部按2针上2针下的一个规律去给它排列。两边的门边它的针数要一样，帽子的两边中间是20针嘛，两边也要是各47针，针数要一样，多的我们就像刚才那样2针并1针去减掉。好，我们这86针已经完成了。为什么是4的倍数余2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头是2针上，那这结尾也要必须是2针上，这就是4的倍数余2。那2针上2针下4针一组花嘛，对吧？2针上2针下结尾，最后的话是2针上，就余了这2针上针。那这就是86针的门边。那这个帽子一样的，那这边是2针下开头，这边也要2针下结尾。好，我们这里给它把它2针上2针下给它去排完，一样的记住哪边多的，我们就把它多了几针去给它平均去减掉就行了。2针下，2针上，如果有多余的，我们就去给它减掉，用下针和上针减都是一样的啊。这边2针下开头的，那到这帽子的这边就2针下结尾。好，这边说下帽子这里是2针下开头的，这边2针下结尾。那这边门边是2针上
结尾的，那这边门边也要是2针上结尾，这个一定要对上啊。好，那这边就开始织门边了，按2针上，2针下，因为我们进去数过是86针，刚好是4的倍数余2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排2针上2针下，把它织完。好，我们现在织完了，现在开始织正面，正面就按着辫子织下，疙瘩织上，辫子织下，疙瘩织上。第1针正条，然后第2针是下针，直接去织下，然后是上针，就把线绕上来向上织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第2行给它完成，然后在第3行里面去挖扣眼。好，这一行全部2针下2针上，给它全部编织完成，一直织到这边门边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挖扣眼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呢，我就把这边门边给它用一根长针，织的。我们把这个两边的扣眼这个地方要挖扣眼的地方用记号扣，没有记号扣的用根线圈在这里。好，这两边我们已经固定了，然后我们就找中间点，然后在中间点做个记号，中间点做好了。然后这2个记号中间去找一个中心点做记号，然后是这两边的中心点去找它的中心点做记号啊。我这里给你数一下，大家数一下，你看1、2、3、4，这样子就是有4个2针下，然后找到中心点，这边也是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所以说它们就是这2个扣眼的中心点。好，这边也是这2个扣眼的中心点去做记号，做完记号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来织。为了方便大家看，我这里还是用一个长针去织。第1针是上针，我们就上条，然后第2针是上针，直接织。好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，织2针下针。好，这里就是做记号的地方。我们如果想要扣眼在上面的话，那我们就先给它2针并针给它剪掉，这是上针，我们就用上针去剪。然后扣眼的话就挖在上面，这根线就不放下去，直接去织下针。这个相当于1减1加，就是个扣眼出来了啊。好，后面的话我们就把是2针下2针上给它去织，照织就行了。2针上2针下。好，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。好，这个记号扣的话，我们在这里的话做了，它是上针，你看，在正面是下，在反面就是上针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2针上针一起向上织，然后织下针的时候，这根线不放下去，我们直接去织下针。这里就有一根线就多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2针一起向下织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线没有放下去的，就相当于1减1加，就是个扣眼。好，那后面的话，我们都按照这个方法去把所有的这5颗记号扣里面去给它挖扣眼。好，这里一个记号扣的话，它在正面是上针，在反面是下针。下针我们就向下织，这2针一起向下织。然后呢，减了1针，我们就要加1针嘛。然后最后这2针是上针，那我们再绕一下线，给它织上针。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道理啊，我们减了1针就要加1针，但是它织上针，我们是要绕线上来织上针的。如果你只绕一下线，这里就没有加了1针的，所以说要绕2下线。
好，又到了记号扣的地方，上针我们就直接2针上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织下针的时候，这根线就不放下去，直接织下针，就相当于减了一针，加了一针。好，这里的话还有最后一个扣眼，我们给它2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下针线不放下去，直接去织下针。那这5个扣眼我们就已经挖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演示怎么去织。那其余的2针上2针下的话，我就不演示了啊。大家的话从这里织过来，织过来以后，然后再从这里织过去，织到这里，织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来演示这边扣眼的织法。好，我们现在织到这个扣眼的地方来了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就是我们加针加出来的这一根线，我们织后面那根线，它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这样子扣眼就比较小一点。然后这一针织下针，好，这个扣眼就完成了。那后面的话，我们再来继续往下去编织。每个人的针数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你的中心点找到的是上针的话，大家的话那根线就向上去织后面那根线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它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；是上针就向上去织，反正就是要织后面那根线。这样子的话，它这个孔空扣眼就比较小一点。好，这里有一针上针了，来演示一下啊。你看这一个上针，它这根线呢，我们就织后面那根线，从下往上去织。把记号扣取掉，你看，织后面那根线啊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那根线，这个叫上扭针。好，这个扣眼就织完了，然后再织一针就织上针，就完成。好，是下针就织下面那根线，这是下扭针。好，这里就还剩一个记号扣眼，大家自己给它完成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完成以后，我们再向上织2行，然后再来收尾。好，这个一边我已经完成了。大家如果线有多就织8行，如果没有多的话6行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收尾，第一针正挑，然后第2针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上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第3针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放下去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第4针向上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我这右手拿的是个短针啊。当这根线在上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向下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当这根线在下面，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向上，然后把线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
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啊。然后我的话不想放来放去的话，大家就看这样啊。好，向上圈，左手拿针，右手把线从下面拿上来，然后勾出来。这个时候线就是在这里了，我们直接向下，就不用担心，不用一直上下去换线，就直接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把它收完就可以了。大家再看一下我是怎么收的啊，向上圈，左手拿针，右手把线绕上来，向下织，向上。好，那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它收完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袖子。这个袖子的话，我起的是36针，织了12行的2针上2针下，然后我们加针加了这个8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织这个泡芙花。泡芙花织了5个，加针的话我们加了是6次针，然后开始减针，减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次针。那现在我们开始演示，这里全部用的是4.5的棒针去编织的。我们先把这根线在我们的左手食指上打一个线圈，线圈套了针上去，然后开始来起针。第一针向下圈，绕线勾出，拉长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第二针把针放到线下面去，从下往上圈2根线。再把线给它拉紧，再绕线勾出，勾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去，一样的先不拉紧，等右针圈进去再轻轻拉紧，接着绕线勾出，拉长。这个是上下针起针。当这根线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把针放到下面去，从下往上圈，然后绕线勾出，套到左针上去。当这根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圈的都是2根线，把线拉紧，再绕线勾出，勾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去。每次套上去先不要拉紧啊，向上圈进去，再把线轻轻拉紧，接着绕线勾出。好，勾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去，不要拉紧。好，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圈拉紧线，绕线勾出。好，这个就是上下针起针，大家就按着1针上1针下，给它起36针。它这个套上去的一个线圈就代表1针，凹进去是上，凸出来是下，上下上下，这个顺序不要错。然后我们1根针穿12针啊，然后到第13针的时候，我们换1根针给它套上去。然后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去穿2根线，把线拉紧，再绕线勾出，好，再给它套到针上去。线在下面，我们就向上绕线勾出，拉长，套到左针上去。大家也可以全部先，就是起到1根针上，然后再平均分到3根针上去啊，1根针分12针去分，起完针以后再去分也可以。起好针以后，我们平均分到了3根针上，每个针就是12针，然后我们就给它这样子圈起来。起完针的这一个啊，它是在我们的右边的。我们织的是2针上2针下，所以说我们直接圈起来以后，给它织2针下针，再把线绕上去，织2针上针。2针上针织完，再把线放下去，再织2针下。那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，把这一圈2针下2针上给它排完。2针下针，2针上针。
好，继续去织2针下，2针上，2针下，2针上，2针下，2针上，好，再织2针下，2针上，2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2针下，好，最后2针上。大家在织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放正啊，如果它倦了就不行。好，我们第1圈织完以后，后面的还有11圈，11圈的话，我们全是按着辫子去织2针下针，疙瘩的话就织2针上针。那大家自己把后面的这11圈给它完成，完成以后我们再来加针。好，我们12圈完成了，大家也可以数这个 V 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 12圈在我们的针上，然后我们开始来加针。这里全部织平针，然后织到这个上针，这里有个疙瘩，我们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织后面那根线，这样子就是加了1针出来了。好，就相当于4针中间加了1针，你看就是2针下2针上，2针下，好，2针上这个疙瘩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又是4针里面加了1针，这一圈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里有9份啊，就是4针2针下2针上有9，但如果我们加9针的话，它就是45针，我们就排花就不好排了，我们只需要加8针，所以说有一个我们就不需要去加针。加针的这一圈我们也是算1圈平针的，这里全部织的是平针。好，我们这个最后一个2针上就不需要去加针了啊，就最后这里不用加针了，我们就知道是加了84针，就是44针，刚好是泡芙花的一个针数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接着织5圈平针，就这样全部织，向下去织5圈。我们把这5圈织完以后，再来织泡芙花。好，我们现在6圈已经完成，数一下，一个 V 字代表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，第6圈在针上。那我们就开始来排那个泡芙花，先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里面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然后把它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然后针上面在一个线圈里面圈着，绕线。勾出，从这个线圈里面给它勾出来。好，勾出这个线圈不要拉长啊，给它稍微带紧一点。那后面的话就重复这样子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我们就从上面数，这样子1、2、3，第4个 V 字圈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一圈的话就全部这样子去给它织的。然后把这一圈织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再向上织5圈，织5圈以后再来排第2组，第2组跟第1组它是一个错位的，大家自己先把这一圈织完，
然后再向上织5圈平针。我们第一个泡芙织完，向上织5圈。有的朋友不会数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挑花的这一个 V 字就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这个 V 字开始往上数，1、2、3、4，第5圈的 V 字再针上，这样子就是相当于织了5圈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来织第2组泡芙花。第一组是织3针，第4针放的。第2组的话，我们是先织1针，然后第2针放1、2、3、4，然后把这4根线放下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中间的话就是重复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好，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放的这一针一定是上一个泡芙中间这一针，上一个泡芙是3针嘛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一针。所以说我们一边放之前也要给它先看一下对一下是正确的，我们就去放啊。如果是没有对上，就说明是哪里多织了或者哪里织错了。那后面的话我们就重复着这样子织3针下针，然后呢第4针去放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把这第2组花织完，又向上织5圈，然后又开始织泡芙。这个泡芙的话就是第1组、第3组、第5组，他们都是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第2组和第4组是先织1针，第2针放，中间都是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大家的话就织5组。如果你的衣服比较大，你可以织6组。那我们的话就按着这个挑完1组花以后，向上织5圈，去给它织泡芙花这个规律，去给它织到我们需要的这个泡芙花的一个圈数啊。我这个袖子的话就织了5个的，然后织完5个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来加针。这5个泡芙大家自己去完成，然后加针的部分我们再来演示。来说这个袖子，我们这个衣服的话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就12组花。我们袖子的话，一般是跟这个正身一样长的。大家想要短一点的话，可以在袖口少个2圈。那如果我们衣服这里织的是5组花，那上面是还有7组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是可以加7次针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演示加针。先我们把第1针当做这个中间点，然后等一下把最后一针也当中心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加针，把第2针旁边这个 V 字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还是一样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这样子就是加1针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全部给它织平针，织到最后剩下2针。好，这里我们织过来还剩下2针，织1针，剩下1针边这个中心点啊，我们从这边来挑，挑完以后从上往下去织，这个相当于加了1针。然后最后1针也当中心点，相当于把第1针和最后1针当做中心点，然后在它两边去给它加针。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袖子，这个袖子我是织了5组花的，大家想要织多一点，织6组花更好。那我们织完最后1组花以后，一定要织1圈下针啊，就是织1圈平针。然后我是在第2圈加针的，相当于我们刚才加针的就是织了2圈了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在6圈之内去把这2针加起来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已经织2圈了，还剩4圈的平针。把这4圈的平针织完以后，又继续这样子去加针。那我们把这4圈的平针加针织完以后，我再演示一遍加针。后面的话，后面的加针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就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们已经完成6圈了，来数一下，从这个大 V 字这里往上数。1、2、3、4、5，第6圈在上面，就相当于我们6圈里面加了1次针，1次是左右各加1针，就是2针。
那我们在这里给它做个记号，到时候我们从这里开始的话往上数，一样的啊，给它数6圈。大家自己每次的话完成了就给它自己做个记号，把记号扣往上移。第一针是中心点，然后在第二针的 V 字这里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这个样子就是加了1针，然后中间全部织下针，我们织到最后剩2针。好了，织到最后剩2针，我们把这一针织了，然后第一个 V， 第二个 V， 我们是挑第二个 V 的，然后从上往下啊去织这前面的这根线，这就相当于加了1针出来了，然后最后一针是中心针，啊，就是第一针和最后一针是中心点啊，中心针左右两边去加针，这样子去加。我们从这个记号扣上面这个线圈数起啊，数到6圈以后，我们又做记号，又开始加针，啊，一共的话是加了6次针的啊，大家自己把这还剩下的4次针给它加完。好，这个袖子的话，我加针6次已经完成了，然后这里的话向上也是织了6盘，第7次就是没有加。大家如果说就是衣服比较大的话，想加大一点的话，就是那个袖圈织的比较大的，可以在这6圈中间去给它把第7次加完啊。那我们也可以数这个，从这个 V 字开始数这样子的啊，行数，一个 V 字代表1圈嘛，啊，两边数一样的圈数。现在我们数好了，开始来锁这边的袖子。我们先从这边锁起，这边我们先退1针。我这是6次加完针以后，再向上织了6圈。好，这里1针、2针、3针，右边3针来锁啊，套1针，然后再把这第3针织了，再套1针。好，这就是套了2针，就是减了2针了。扣3次。4次、5次、6次，套6次就说明我们减了6针。来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这6次套完以后，我们就去织平针，把它织过来，织到最后一根针上面来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根针上，把它织完。然后现在的话就已经要分开织了，我们要翻卷织物，从反面织过来。反面的话，我们全部织上针，第一针都要织，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把这一圈上针织到这根针上来。好，我们从反面织过来，织到最后一根针上来了。因为我们中间锁了针，所以它现在是片织了啊，不能圈织了。好，这一圈正面一行的反面织完，现在我们开始来收针，用小燕子的收针法，右边先织2针编针，然后上挑1针，上挑2针，上挑3针，然后从左针从中间从后面去把中间1针圈起来，然后右针的第1针放掉，从上面给它圈到左针上去，再把第1针也圈进去，然后2针并1针，后面的2针并1针，就相当于一次性减了2针啊，2针一并，2针一并就减了2针，然后这边中间全部编织下针，织到最后一根针剩6针。好，剪到这里剩6针了以后，我们上挑1针，从下往上挑2针，上挑3针。左边我们就是从上面去啊，把中间这1针给它圈起来，然后右针的第1针放掉，从下面去圈起来，放到左针上去，然后把这1针织下针。好，这1针的话，好，这1针我们没有放上去的，我们把它挑起来，套过这1针。好，这1针的话，我们正挑过来，然后再织1针下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
这边也是套了2次，也就是剪了2针，最后剩2针边针。袖子的减针和后片的减针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剪完1次针以后，织1行反面，1行正面，1行反面，织完3行再来减针。好，我们织了3行以后，现在我们又开始来减针，每次都是这样子的。右边的先织2针边针，然后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针从后面去把中间1针穿起来，右针的第1针从上面放上来，然后把第1针也给它放上去，然后2针一起向下织，然后再2针一起向下织，这样子一次性就是减了2针，相当于我们4行里面去给它减了2针，然后我们织到最后1根针剩6针。好，每次都是织到左边就剩6针，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然后左针从上面去把中间1针穿起来，右针的第1针放掉，从后面给它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接着把这1针织下针，前面1针挑起来套过这1针，然后再把这1针挑过来，然后再织1针下针，然后再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最后剩2针边针。好，这个就是小燕子减针法。那我们一共是减8次的，我们已经减了6次了。大家每次减完以后，反面1行，正面1行，反面1行，织3行，再减1次啊，剩下的6次大家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们这个袖子已经减了8次针了。那大家的话，在减完8次针以后，我这里又向上织了3行啊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找到这个中间处，放到这个肩膀的中间处对比着，然后下面的这里对比，如果这个长度够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减针了，就可以直接收尾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收尾。第1针挑，第2针和第3针2针并1针，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啊，后面的话我们就正常的织1针套1针，织1针套1针，就直接一次性的就给它收完了。好，最后的话就2针一起向下织啊，最后2针一起向下织，然后再给它一套，然后最后1针把线拉紧，把线圈拉长，然后给它断线，线条从线圈穿过拉紧，那袖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缝袖子，把这铺着，这是左边，这是右边，我们先在右边这边里面去给它把这个线固定起来，穿进去，再横穿1次，好，这样子就拉不动了啊，然后再从这里出来，出来以后我们找到第1针，就是我们锁针的第1针，一个 V 字这样子穿过来，然后把袖子看一下啊，倒过来，也找到它的第1针，一个 V 字穿过去。好，衣服上一个 V 字穿2根线，袖子一个 V 字穿2根线，这里相对应的都是6针，3针，3针，4针，4针，5针，5针。好，这里是第6针了。
袖子上也给它第6针圈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正身。正身部分的话，这里有一个缺，我们第6针去连接正身部分。同样的，袖子这里也是袖子的一个半边，去连接袖子这边的。那我们穿入针的这里，看清楚，也是2根线，然后再加上最后第6针的半边线。好，现在开始来缝这个正身和袖子的上部分。好，穿2根杠杠。好，这边也穿2根杠杠。现在开始一边穿2个杠杠，一直缝上去。因为我们行行都织了，正反都织了的，所以说这2个杠杠是非常明显的。衣服上和袖子上都是有这样子挑2个杠杠，是很明显的。啊，大家一直缝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缝上来以后，把这个袖衫上面中心这一针用记号钩给它挂起来，然后给它固定在这个衣服的肩膀处，肩膀的这个缝合处是中心点。好，固定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来缝正面的。衣服正身还是一样的，去给它挑2根线。袖身上面，衣服上，袖身上面，衣服上，袖身上。如果你的袖衫比较长的话，就是你这里2针对2针，这边还有多的，大家可以挑3根线啊，没的多的都是挑2根。好，这里记号扣就可以取掉了。这里就一直重复着，一边挑2针。一边挑2个杠杠啊。好，就缝到这边来了。正身部分还是一样的，挑2个杠杠，挑到这边袖子，这边是1针。好，大家就按着这样子的规律去把它全部缝完就可以了。
两边的袖子是一样的缝法啊，我们这边演示一个，另外一个就大家自己给它缝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缝完了。缝完以后，我们把这个针线给它穿进去，到里面去给它打结固定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把线头藏起来。藏完以后，我们就断线，然后把另外一个袖子缝完，我们就来缝扣子。这个袖子我们就缝好了。我们现在开始来缝扣子，因为这两边的针数是一样多的，所以我们缝完扣了以后，我们这样数1、2、3、4，好，这个扣眼在这第5个下针这里，我们这样数1、2、3、4、5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固定，把线给固定起来，然后把扣子给它固定到这个位置来。我们给它多缝几次啊，给它固定稳定一点。衣服上圈一次，然后从扣眼这里圈过，然后再从衣服里圈进去。然后圈好以后，我们在衣服上里面给它打结固定起来，再把线藏起来。所有的扣子都是这样缝合的，缝合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给它断线，然后给它扣上就可以了。那这件衣服我们就完成了。